芯片这个原本只活跃在科技圈的话题，在这2年因为美国对华为的禁令，似乎成了一个全民话题啊。街头巷尾，你经常能听到各种议论。2020年10月份，麒麟9000正式发布。当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你可以说9000是一颗前年发布的手机芯片了。这颗芯片让华为在高通和苹果3组鼎立的劣势地位下成功翻身，甩掉了总是被高通领先大半年这个魔咒。不仅大幅超越当时的骁龙865，也领先后来发布的骁龙858长达1年之多，甚至综合发热和能效比啊，我们实测下还领先一点点最新的骁龙8。华为手机业务国内市场总份额一度接近50%，全球也登顶了。但是历史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和华为开了个玩笑，一纸禁令让势头正猛的麒麟芯片戛然而止。你可能了解过麒麟早年的拉胯，也可能只见证了它这2年的辉煌。在麒麟处理器解禁还遥遥无期的时候，9000可能是最后一颗麒麟芯的时候。我们这一次准备了几乎麒麟处理器主系列的所有型号机型，先梳理历史，再实测一番。一条视频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麒麟处理器的前世今生。Hello， 大家好，我是双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2018年3月23日凌晨，贸易战打响。首先受到打压的就是中国的高新科技业。2019年5月16日，正式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意图遏制华为在5G 领域的发展。同年5月22日 ，ARM 终止了与华为的合作关系。虽然压力巨大，困难重重，但2020年5月份的行业报告显示，海思半导体公司凭借26.7亿元的销售额，挤掉了英飞凌，首次进入全球半导体销售额的前10榜单。但这也许是麒麟最后的辉煌了。同时，晶圆代工厂从9月15日起将不能再为华为制造芯片，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解禁，麒麟9000可能就真的成为麒麟芯片的绝唱了。这一下就将华为和麒麟推向了主流舆论的浪尖。可能你的父母甚至上网的爷爷奶奶都知道了，华为没芯片了。大家也都知道，华为是做通信领域起家的，在1991年成立了华为集成电路设计中心，同年招来了在港资企业伊利达从事高速激光打印机开发的徐文伟，并由他牵头共同研发出了华为首颗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 ASIC 芯片。可能太过激动啊，这颗芯片没有被正式命名，但却成为了华为芯片事业的起点。由此开始，华为在芯片领域一路追赶，虽然前路坎坷吧，但陆续在数模混合芯片、光传输芯片、3G 芯片等等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功。这么多年在通信领域的技术积累，可谓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也为后来发力手机芯片奠定了基础。2004年10月，在通信领域经过了14年的摸爬滚打之后，华为海思半导体公司正式成立。在我们的手机简史系列视频中有简短提到过，芯片研发是一个海量的工程啊。初期的海思并没有进入智能手机市场，直到2009年，海思才正式发布了第一款手机芯片，命名 K3V1。中间花了5年的时间，但采用的依旧是110纳米的工艺制程，相对于当时的65和45纳米来说，功耗和性能都明显落后，且 Windows Mobile 操作系统的市场份额也太低了，因此很少有客户接受。最后搭载 K3V1 的，你可能想不到啊，只是一些山寨厂商。当年确实出过一批搭载海思芯片的山寨机最后由于性能并不理想，很快就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中。这一轮折戟之后，海思闭关3年，2012年发布了 K3V2。和 K3V1 最本质的区别是 V2 采用了 ARM 架构，支持安卓操作系统，号称当时是业界最小的 SoC 芯片，也是继英伟达 Tiger 3之后第2颗4核 A9 处理器。但这颗芯依旧没能赶上当时先进的28纳米工艺，40纳米的制程和高通、苹果等友商相比，功耗和发热依旧偏高，且搭载的 GC4000 GPU 兼容性很一般。综合各种因素，使得 K3V2 依旧饱受诟病。这颗芯片其实也不好用啊。但尽管如此，华为依旧把这颗芯用在了自家的手机上，包括华为D2和 Mate 1代等早期旗舰产品上。随后，华为也推出了改良版的 K3V2E， 华为 P6 首发，6.18毫米的机身，被冠以可能是当时全球最薄的手机。凭借不错的营销推广， P6 倒也获得了全球400万用户。相比于 K3V1 的惨败， K3V2 在销量上让麒麟起码稳住了局势。暴露一下自己的年龄啊，用过或者见过华为 P6 的请举个手。
随后，华为加大投入，2014年初，第一款以麒麟命名的芯片麒麟910正式发布，工艺升级到了28纳米，自研的巴龙710基带也让麒麟910成为了全球首款4核 LTE 芯片。GPU 从 GC4000换成了马力450 MP4，兼容性大幅提升。这枚芯片可以说是海思平台的第一个转折点。自此，海思半导体进入正轨，这颗芯片被用在了 P6S、Mate 2和当初的街机荣耀 3C 以及荣耀 X1等平板上面。随后，麒麟芯片高歌猛进，不到半年，荣耀6就首发了麒麟920。虽然还是28纳米的工艺，但是 CPU 从4核升级到了8核心，多核性能基本翻倍，集成巴龙720基带，成为全球首款 LTE Cat 6的手机。随后，荣耀6手机的大卖，麒麟920功不可没。吃到甜头之后，华为在14年下半年推出了升级款的麒麟925，提升主频的同时，首次加入了协处理器。首发机型现在年轻的小伙伴可能不太熟悉，这个华为的 Mate 7，但是绝世人生这个宣传语你一定有所耳闻。绝世这个词儿甚至成为了后续 Mate 系列的代名词。当年全球750万台的出货量，不仅创造了 Mate 系列的销量记录，也让 Mate 系列成功站稳了高端市场，一战成名。2015年3月，麒麟930登场，应该算是麒麟9系列第一次挤牙膏式的升级。GPU 沿用上一代的马力 T628 MP4，依旧是28纳米，但巧妙地避开了火龙810的 A57 架构。在 A53的架构上，自主研发了改进版的 A53E， 将主频提升到了最高 2.2 赫兹，在性能稍弱于 A57 的情况下，降低了功耗。借着骁龙810发热翻车的东风，这波牙膏反倒让930打了一个翻身仗。用过80的小伙伴请扣一。2015年11月，算是麒麟正式开始冲击高端啊，可能觉得4不好听吧，一个直接发布了麒麟950，全球首款16纳米工艺的 SoC， 首发172架构和最新的马力 T880 GPU， 并且首次集成了自研 SP， 相比于当年的骁龙820正式上市早了3-4个月，从之前的追赶变成了当时的业界领先。虽然性能不如后面发布的820，但架不住高通依旧放水啊，820日常发热依旧很严重，麒麟这波又成功上位。后续搭载了大大小小的设备近10款 ，Mate 8、荣耀8、V8、P9 等等，卖的都不错。在之后，麒麟正式由每年2更调整为每年1款旗舰 SoC 的迭代规律。2016年10月，麒麟960发布 ，CPU 常规升级，但 GPU 从4核 T880 升级到了旗舰级别的8核心 G71，性能暴涨啊 ！JFX 的曼哈顿测试帧数超越了骁龙820，一改麒麟 SoC GPU 偏弱的表现。但16纳米的制程在当时已经落后了，导致960功耗偏高，体验被来年上市的10纳米工艺骁龙835完败。不过，毕竟骁龙后来居上，这些问题没影响到当年的销量。1年，华为 Mate 9就卖出了1000万台，成为了 Mate 系列的又一新高。2017年9月的麒麟970成为了第2款挤牙膏的麒麟 SoC，CPU 架构和960一模一样，工艺升级到了10纳米。GPU 虽然从8核心的 G71升级到了12核的 G72，但整体970在性能上升级非常有限。不过也首次集成了 NPU AI 芯片。华为在 AI 影像上不遗余力的推广，让 Mate 10上半年的销量就突破了1000万台。主打拍照的华为 P20 系列更是达到了全球1700万台的出货量，搭载手机共计10余款，整体销量还是非常成功的。不过毕竟也是挤牙膏的一年，麒麟芯片的差评并不少见啊，整体口碑在这一年表现一般。2018年，麒麟980扭转了大家对麒麟芯片的印象，首发7纳米工艺 ARM A76 架构，单核提升约75%，GPU 也是首次上用的马力 G76 MP10，相比于上一代提升了46%，能效比提升178%。980成为了一代神优，很多小伙伴都是从它开始真正熟悉起麒麟芯的。在2019年的 Mate 30发布会上，公布了 Mate 20系列的出货量1600万台，华为 P30系列更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达到了恐怖的1700万台出货量。自此，麒麟无论是性能还是体验或者口碑都实现了全面翻身，成为了新一代的钉子户。还在用麒麟980的小伙伴可以把我在打在公屏上。2019年，麒麟990没上 A77 架构是个遗憾啊 ，GPU 升级到了 G76 MP16， 7纳米 EUV 工艺，整体功耗控制非常优秀。华为 Mate 30 Pro 5G 曾一度长期位列小白测评数据库第1名的位置，是当时续航最好的旗舰手机。2020年，华为在被制裁打压的情况下，发布了麒麟，可能是最后一代的9000。这颗芯片我们非常熟悉了啊，各种性能测试说了好几次了。5纳米工艺 A77 架构，大核主频达到了3.13 G 赫兹 ，GPU 更是达到了 G78 的支持。
持极限24核，这或许是最后一把任性吧。极致的堆料让麒麟9000的极限功耗并不低，但毕竟骁龙88车翻得更大啊，全靠对手的衬托凸显了麒麟9000的冷静。大家可以把公屏打在冰淇淋上。从 K3V1 到麒麟9000，麒麟现在的成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遗憾退场让手机芯片领域少了一位强有力的对手啊。在高度集中的市场份额下，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儿。你看隔壁的英特尔就知道了。OK， 处理器简史就到这儿，我们几乎准备好了所有麒麟搭载的主流机型，从 K3V2 到麒麟9000，10年之隔，它们的差距到现在有多少，进步又有多大？我们一起来看看。因为 K3V1 并没有被华为自己使用啊，我们就从 K3V2 处理器开始。这些机确实过于老旧了啊，费了我们9牛2虎之力啊，基本找不到什么买家，找到的机型也要能开机能使用。实测因为机器硬件老化啊，部分机型呢经常重启和死机，每一个早期型号我们都准备了好几台。且看且珍惜。实测第一环节不服，咱们跑个分啊！但对于这些老机来说，跑分也很不简单啊。目前的跑分软件都没有适配老机型，但是只有从 K3V2 可以统一测到麒麟9000，才有一致性对比性啊。Geekbench 5代肯定不行啊，太新了。这个4代呢也仅支持到华为的 P8，最后在 K3V2 上我们装上了 Geekbench 3代。GPU 又是一个难题，3D Mark 和安兔兔都不支持更早的机型啊，只能到麒麟920最后没办法，只能同时运行旧版的 3D Mark 和其他跑分软件，大致给大家计算出 K3V2 GPU 的性能。当然 SOC 和跑分软件更新迭代非常多啊，肯定会存在误差，所以这些实测大家仅供参考就可以了。OK， 全部手机都升级到我们能检测到的最新系统版本，来看一下实测数据。单核性能，海思 K3V2 得分400，第10款正式发布的麒麟9000得分4722，假定以 K3V2 为基础100%，CPU 单核性能排行榜，麒麟9000是 K3V2 的近12倍。查看每一代的提升比例，麒麟950由于首发 A72 架构，单核性能接近翻倍，其次是麒麟920达到了61%，魔改 A76 架构的麒麟980提升高达58%，多核性能上略有点变化，从4核心升级到8核 CPU 的麒麟920提升比例最大，达到了94%，其次是950和980。整体来看，950是历代麒麟芯片 CPU 性能的转折点，综合 CPU 性能提升约80%，一脚踏进顶级 SOC 的大门。麒麟920提升仅次于950，高达78%，后面依旧是麒麟980，提升约50%。事实也证明，这3颗麒麟芯片的口碑和销量也确实都非常不错。麒麟920的荣耀6、麒麟980的 Mate 20 Pro 和 P30都成为了一代经典。用过这些机的小伙伴请扣1。但前面也说了，麒麟也有挤牙膏的存在。970相比于960提升了约5%，挤牙膏这件事，高通、英特尔应该没注册专利吧 ？GPU 性能上，我们跑了5个项目，取平均值，麒麟9000相比于上一代提升约56.8%。GFX Bench 曼哈顿3.0离屏测试，直接看结果，旧版 3D Mark K3V2 得分2146，麒麟920达到了1.3万加。根据麒麟920曼哈顿8.9帧的表现，相对计算出 K3V2 约1.4帧啊，跑分软件不支持，肯定是存在误差的啊，这里只是给大家一个小参考。假定以 K3V2 为基础，麒麟9000曼哈顿3.0得分185，GPU 性能暴涨了100多倍啊，和麒麟920相比也高了近20倍。查看相比于上一代的提升比例，麒麟910和920 GPU 性能基本是翻倍的提升，930挤了一次牙膏，其次960提升了155%，弥补了当时麒麟 GPU 较弱这一短板。虽然麒麟9000提升比例只有56.8%，但它却是历代麒麟性能提升最多的一代。相比于990 5G 曼哈顿3.0帧率高了67帧，比960提升了2倍还多。总结对比一下高通，如果说麒麟950是麒麟迈入旗舰芯片的先行者，那么麒麟960则让麒麟正式入座顶级旗舰 SOC 行列。CPU 多核成绩大幅领先骁龙820的同时 ，GPU 理论性能正式反超啊，领先820约6帧。此后1年1更的麒麟也逐渐和高通形成了相互领先约半年的这个大局势。不过麒麟970的挤牙膏式升级啊，使得理论性能基本持平骁龙835的情况下，功耗被835吊打。后续麒麟980发布才稳住了局势，直到麒麟9000的破局翻身。OK， 下面实测第2环节，实际体验和流畅度测试啊，这个其实没啥特别的意义啊，因为机型都实在太老了。我们只是猎奇向的看看历代麒麟芯片在目前情况下表现如何，还有就是鸿蒙加持下对老机型延续寿命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本来计划在明年推送鸿蒙的华为 Mate 9啊，今年就已经支持公测版长线了。查看一下历代版本号，麒麟960到麒麟9000的机型都是鸿蒙 2.0 版本，也就是说你手机中的 P50 Pro 在系统上和5年前的 Mate 9啊基本保持一致。这波为鸿蒙的适配能力和速度点赞。你很难想象5年前的手机和新品搭载的是同一个大版本。之前除了 iPhone 啊，其他家想都不要想。再往前就是麒麟950的华为 Mate 8和麒麟935的华为 P8了，均支持目前主流的10款 APP 啊，正常使用没啥问题。但麒麟950由于 CPU 的提升，流畅度上是要明显好于935的 P8的，后面也会有相应的测试。再往前就是麒麟920的荣耀6了啊，因为安卓版本太过老旧了啊，已经不支持微信和 QQ 了。最后就是 K3V2 和麒麟910两款机器了，分别搭载 EMUI 1.5和 2.0， 确实太过老旧，基本不支持主流的 APP 了，并且反应速度也确实都非常慢了，所以起码能够正常使用的啊就是 P8及以后的机型了。直接上小白测评数据库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啊。不对啊 ，P8 它只有3G 的运行内存，这好像有点欺负人啊。这次我们选择了目前常用的6款 APP， 单纯来看一下麒麟系列机型的基础体验。首先，麒麟980机器以后的3款麒麟芯片体验上几乎一致啊，升级鸿蒙之后没有什么区别。6款 APP 平均打开用时都在16秒左右。麒麟960和970可能因为升级了鸿蒙，一轮打开都是25秒，还算不错。EMUI 和麒麟950则明显要更慢一些，用时38秒，最慢的自然就是最老的 P8 了。6个 APP打开啊，花了快2分钟的时间。6款应用的2轮打开上和之前结果相似啊，麒麟980和9000体验基本一致啊，960和970大差不差，950之后就大幅落后了啊，反应很慢，用时接近1分钟。最老的935华为 P8啊，这就非常卡顿了，用了2分多钟。在流畅度体验上，这次让我们比较惊讶的就是华为的内存管理，因为之前的机器都是4G 甚至是3G 内存，开始测试基本都会杀后台，但是你可以在设置应用管理界面里边打开手动调节，设置为允许后台活动，4GB 运存就可以暂时保活6个 APP 啊，就连15年发布的华为 P8都有开机自启动和后台自启动功能，打开后3G 运存也能保活6个 APP， 暂时性不杀后台，但内存用量非常高啊，仅剩余了300兆左右，随时都有杀后台的可能性。如果按照基础流畅度来划分，那肯定是越新越好啊，这个980到9000的体验基本一致。其次是升级了鸿蒙系统的麒麟970和960的机型，麒麟950的 Mate 8没能升级成鸿蒙啊，且搭载 eMMC 的原因，整体体验和麒麟960相差了一个档次。鸿蒙系统的升级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这些老机型的寿命，系统的适配更新也代表着整个软件生态支持性的跟进升级，还有多多少少的流畅度提升。实测第3环节，性能。我们这期依旧是好奇宝宝啊，看看目前麒麟系列机型的游戏表现。首先这个大工程就是安装游戏，我们没想到的是王者竟然能够安装在 K3V2 的华为 D2 上但是提示 APP 停运无法打开。安装速度上啊，搭载了 SFS 1.0 的 Mate 40 Pro 是最快的，用时16秒，这个往后依次递增。麒麟960的 Mate 9 52秒的成绩算是一个门槛，后续机型耗时都大幅度的增加，相对较慢了。总结一下王者和吃鸡目前的适配情况，王者支持到麒麟935的华为 P8， 吃鸡支持到麒麟920的荣耀6，最高支持均衡画质，但是新增了超流畅的画质选项，看来腾讯为了更多用户能玩游戏，也是费尽心思去做优化适配了。安装速度差别很大，但是打开速度上差距少了很多。935的 P8 打开王者荣耀也没有超过30秒。实际的游戏表现方面，因为部分机型不支持王者极致画质啊，所以这次我们都采用高清加60来测试。其中 P8 已经无法连接 PerfDog 了 ，Mate 8只能用 USB 线连接啊，直接来看结果。麒麟950的 Mate 8平均40.1帧，发热很快啊，这个后期频繁跌落至20多帧，非常卡顿。这批游性能大幅提升的麒麟960明显要更好一些，平均53.5帧啊，还算稳定。但是游戏到18分钟的时候发热开始出现大幅掉帧啊，加个散热背夹，麒麟960还能打个王者，当然也可以适当调低画质。后续从麒麟970开始到9000啊，王者都能60满帧运行了。在帧率大差不差的情况下，重点就是功耗了啊，这也是关注的重点。麒麟960整机平均3.99瓦，随着处理器的升级，功耗逐渐降低，其中980功耗降幅达到了0.91瓦，能效比提升是非常明显的。当然最低的依旧是麒麟9000了啊，整机平均2.18瓦，5年时间能效比提升了106啊，这个成绩也很恐怖了。下面就是极限性能，不废话，直接光明闪摆。
麒麟960峰值16帧啊，维持1分钟之后降到了9到10帧啊，整局平均8.3帧。麒麟970锁帧趋势和960基本一致，整机平均9.5帧，两者表现都很一般了啊。其中麒麟980峰值性能31帧，9分钟锁定在了19帧，平均24.2帧的成绩是麒麟970的2.5倍。也正是这个比较大幅度的提升，直接将麒麟带入了高端旗舰 SoC 的行列，也实现了性能和口碑的全面翻身。麒麟990 5G 平均35.1帧，比980提升了11帧，表现不错。9000不用说了，但性能虽强啊，但后期发热锁帧也是比较严重的，平均为42.9帧啊，依旧是麒麟960的5.2倍。因为它们的帧率都不一样啊，我们就跳过功耗，直接来看能效比。麒麟9000平均7.41啊，这能效比肯定是排名第一了，最新的嘛。990虽然峰值性能只有42帧，但锁帧幅度更小，性能释放比较稳定。整体来看，麒麟9000极限性能下能效比是960的4倍。发热方面，查看15分钟机身最高温度，990 5G 搭载的机型是 Mate 30 Pro 啊，发热最高仅为44.7摄氏度，远低于麒麟9000的49.5摄氏度。查看温升曲线 ，Mate 30 Pro 更是吊打其他4款麒麟的机型，不仅发热低，温升速度也要更慢。果然是一代钉子户啊！温度最高的是 Mate 20 Pro， 性能释放比较激进。不用说，最新的9000肯定是天花板了，性能强，帧率最高。但是啊，综合帧率、功耗和发热各个方面，麒麟990 5G 的表现其实要更为优秀，性能释放稳定，发热量低，王者的功耗也仅次于麒麟9000。对于大型游戏来说，目前的980算是个门槛啊，属于能玩啊。970和960基本就告别大型网游了。至于950和935的机型，卡顿就非常明显了。再说一次，我们只是通过这些测试给大家看一个性能的进步之路啊，其实那些老机型没有什么特别的实际意义啊。其实这么多年，麒麟的性能提升之路就是主流手机处理器的进化之路。全部实测完，我们简单回顾几个数据啊。从 K3 V2 到麒麟9000 ，CPU 性能翻了10.5倍啊。GPU 方面，由于前期实在太弱了9000相比于 K3 V2 提升高达131倍。当然，麒麟的成长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也有挤牙膏的时候，早期也非常拉胯。从1991年自研集成电路 ASIC 芯片开始啊，到3G 业务，到 K3 V1 的失败，再到麒麟9000跻身全球顶级移动 SoC 的行列，华为用了近31年。近年来，我国一直在扶持半导体行业，谁都明白，任何没有核心技术支撑起来的商业帝国，即便你再庞大，也都是一堆没加水泥的沙子，轻轻一碰就可能成为下一个中国 VCD 厂，瞬间崩塌。经济全球化，这是绝对的大背景，但是这个大背景是在不影响原霸主安心赚钱的情况下才能稳定运行的。一旦打破，大棒伺候。不要有任何幻想，产品可以卖到全球，但是科技从来都是有国界的。华为还有其他业务领域可以让它现在依旧生存啊，而且很多领域发展的依然很好。试想，如果只是业务单一的国产手机厂商，那一纸禁令可能就让你直面死亡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坚信，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国产芯片软硬件迎头赶上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这确实可能还需要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希望那个时候，我们依旧能看到麒麟的身影，甚至不止麒麟，还有其他厂商的身影。走最难的路，看最美的风景。更多内容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